动画中的一场猎巫背后是100年前残忍的往事。最近有一部叫《放开那个女巫》的动画，凭借着慷慨激昂的演讲火了。我们当中有人失去了朋友，有人失去了爱人，有人失去了孩子。这一次，我们还要失去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？在动画的开篇，被麻袋套头的少女即将被绞刑，这是欧洲历史上的猎巫运动最经典的场景复刻。动画中的设定是确实有女巫存在的，我们的女主能控火，后来的小女孩有治愈的能力，还有会瞬移的。普通人会觉得恐惧，那确实是完全合理的。这个动画的背景是在神权统治下的世界，当人们看到这种异能力和超自然现象发生在一个人类身上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反而会成为你是一个女巫的铁证，而女巫接下来将要面临的就只有死亡了。动画好的地方就在于男主是个穿越者，观察到了女巫能够控制自己巫术的造物，并对此加以利用，快速攀升科技。同时通过治愈能力的女巫消除了众人心中的恐惧，动画中的女巫成为了生产力。作品中这样魔幻的设定反而戳中了猎巫的本质排他。大伙儿在看这个动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，从女主被抓起来到送上绞刑架根本没有任何验证其身份的措施，仅仅是被他父亲举报了。你不需要真的是异端，只要我把你举报了就可以了。我为什么敢这么说？因为女主前期能力是极度不可控的，哪怕刻意不去伤害男主，火焰的范围也布满了整个房间。如果在举报后一点防备都没有的人对他进行了查验，现场根本不可能有活人。而被所有人忽视掉的是，如果男主没有穿越，女主在那一天就死在绞刑架上了。动画中的猎巫场景脱胎于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猎巫运动，前后持续近300年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至少有5万人至10万人以女巫罪名被处决，其中90%以上是女性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女巫狩猎这件事情是由男人被认定为女巫的。可想而知整件事情有多么荒诞，完全是借着女巫的罪名在那达成自己的利益。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很源头的事件，本质上是民间行为。毕竟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集体无意识迫害，教会对这个基本上是默许状态。对于当时民间已经存在的女巫罪名，还出了个书讲怎么辨别女巫，什么体重低于5公斤啊，怎么被折磨的时候不会大喊大叫啊。就如果你只是看这个指南会觉得能办到这些事情确实不是正常人，但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诡辩，你体重比5公斤重，是恶魔帮你增加了体重，你被针扎了会哭喊，是恶魔帮你哭喊出来的。是的，在这个教会统治的时期，教会发行的规矩是没啥用的，反而是教会了民众一些折磨人的手段。而在所有方式中最变态的是，让被怀疑是女巫的人读圣经，读不出来你就是女巫。要知道那个时期的女性都不只是女性，就这个时期的平民识字的真没多少。你现在丢给我一本英文的圣经，我也念不出来，难道我也是女巫？而你如果念出来了，前面你们也看到了，是恶魔帮你念出来的嘛？好家伙，什么恶魔能念这个？路西法吗？人类历史上被称为最后的猎物的案件发生在1692年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？清朝康熙年间，人类的文明已经能让北美洲被殖民。是的，17世纪末居然还能存在这样的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。1692年的塞勒姆魔女审判案，我相信玩过 FGO 的朋友多多少少听过这个名字。这场惨案的起因是塞勒姆村几名少女突然出现抽搐、尖叫、说胡话等怪异行为，当时的医术无法解释病因，被说成了巫术作祟。那女巫的存在肯定就造成了恐慌呀，在恐慌的蔓延下，少女们开始指控身边的人是女巫。短短几个月内就有200多人被指控，19人被绞死，1人被石头砸死。而这些指控嘛，不说铁证凿凿吧，也只能说是毫无根据。什么叫只有受害者能看到女巫的鬼魂？那我是受害者，我指谁谁就是狼嘛，那我无敌了呀。不过塞勒姆的魔女审判案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，这件事让人类意识到猎巫这种行为与文明程度无关，猎巫的本质是面对异端的时候造成的不安。无论是动画中对女巫的迫害，还是现实中持续100年的猎巫运动，其本质都不是为了正
正义与生存，而是当时的人对异端的害怕，同时希望有一种权威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异端。说白了，就是能不脏自己的手，把自己看不惯的东西给干掉。在这里，我要下一个判断：猎巫这件事从未停止，只是我们把女巫罪换成了别的叫法。它的核心逻辑依然没变，排斥异端，巩固群体的纯粹性。这种事情在二次元很常见了吧？是的，我们作为动漫博主还是要聊回二次元的。今天因为你没有尊重我们小圈子的规矩，那我就要挂你，哪怕这件事情本身根本无所谓。同时为了扩大影响，还要来点转发抽奖求扩散，通过所谓的违反规矩来粉饰自己的引导网络暴力，甚至是线下暴力的行为。当你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人的那一刻，这个人只要没有违法，那这个人当时的心情和被推上火刑架的女巫又能有多大的区别呢？最近这2天我们不是才见过一场吗？而猎巫行为中对于异类的排斥往往还有一层小心思，也被从古至今的流传了下来，那就是要保住那些不能示人的东西。我为什么会把你判定成异类？那是因为你表现出的各种行为有把我们这个圈子扩大的风险，而当这个圈子扩大了之后，很多不能暴露出去的东西有流出的风险。我只能说，现在二次元的大伙儿还得学啊！这个网络上就是有一群人一边分化着别人的圈子，一边把自己的圈子固化成铜墙铁壁的。但就这2天我看到的事情来说，大伙儿的路还很长啊！如果把视角简单的缩小到看动画的人身上，那么一部动画会因为一句话、一张截图、一个行为，哪怕没有触及啥底线，只是不符合某些观看者的道德标准，那喜欢这个动画的观众就会立马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，甚至如果有大 V 出来为这个动画发声，都会被当作出头鸟群起而攻之。那句惨遭史无前例的网暴也将从玩笑化为现实。我知道肯定有观众懂我在说什么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发出来，先保护好自己。如果你一定要发出来为这件事情发声，那你记得把私信关了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